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这期分享的内容是如此断舍离，会让女人生活更精致、更漂亮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生活中的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？衣柜被堆得满满的，却永远觉得少一件衣服，与三五好友推杯换盏，后徒留满心空虚与寂寞，得到一件件物品本应觉得满足，却愈发觉得匮乏，辗转于一场场社交本应收获充实，却愈加觉得孤独。可见并非什么都多多益善。网上有一个热门提问，你最羡慕什么样的女人？有一个高赞回答是这样说的，我最羡慕不被世俗所累的女人，物质极简，感情纯粹，圈子干净。的确，删繁就简的人生才高级，越简单越幸福。真正厉害的女人都懂得断物欲，舍废物，离无用社交。一，别让物欲掌控你。听过一个3-7法则，一部高档手机 70% 的功能都是没用的，一款高档轿车 70% 的速度都是多余的，家中的物品 70% 都是不会再用的。很多人的家里囤了各种打折促销时买下的物品，这些物品往往很少派上用场，然而他们舍不得扔掉这些物品，甚至在商场再次遇到优惠时，不可控制地购买更多物品带回家。原本应该为我们服务的外物，如今却以欲望的名义控制着我们。我们渴望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最终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。我曾观看过一个视频，视频中的女孩最初只是渴望填饱自己的肚子，吃饱后她又想要一张舒适的床，拥有了床，她又想要一栋宽敞的房子，有了房子，她又渴望一辆车，拥有了车，她又渴望一个男朋友和一群朋友。视频的结尾，女孩变得越来越迷茫，尽管她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东西，却并不快乐。毛姆曾说，要记得在庸常的物质生活之上，还有更为迷人的精神世界。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富有，便不会轻易被物质所俘获。山下英子在一次专访中说，不买不需要，舍弃无用之物的断舍离，表面上看是一种家居整理收纳术，从深层次来看，这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，在看得见的东西上做减法，心理上逐渐摆脱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。其实这是在精神上做加法，每一次的断舍离都可能是一次新生。二，别让废物圈禁你。在爱情保卫战里，看到这样一对情侣，令我印象深刻。男孩找到节目组，希望在老师和主持人的帮助下挽回自己的女朋友。女孩态度坚定地提出分手。她说男孩脾气很差，小情侣平时发生矛盾时，男孩会动手打她。男孩痛哭流涕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，求女孩原谅他，并一再保证自己会改掉坏脾气，绝对不再对女孩动手。可不管男孩如何苦苦哀求，女孩都不为所动，毅然转身离开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看过很多主动提出分手的女孩，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在男孩诚恳认错，并保证绝不再犯后，心软原谅了男孩。唯独这个女孩心硬得特别潇洒。哲人柏拉图说，如果不幸福不快乐，那就放手吧。人生最遗憾之一，莫过于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。余生很贵，不合适的感情要尽快断掉。付出越多，越难以割舍，及时止损才能轻装上阵，舍弃烂桃花才能换来有情人，抽离坏感情才能遇见真爱情。与其相互折磨，不如及时转身；与其念念不忘，不如挥手告别。身为女人，一定要知道，如果付出的深情得不到回应，及时抽身是最聪明的做法。3.
别让无用之交困住你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夏日周未的夜晚，邀3-5好友去小吃街喝喝啤酒，撸撸串，吹牛到凌晨3-2点散开。第二天下午醒来，因酒劲未过，头还有点疼，眼看一天就要过了，自己却什么也没做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愈发感觉迷茫无措。作家连岳说，一个人的时间没有价值，那这个人就没有价值。时间不骗人，把时间用于无效社交和酒肉朋友上，收获的除了短暂的热闹，只有长久的空虚，说不定还会被带偏。无比赞同，无效社交困住你的人和时间，亦困住了你的事业和价值。无效社交越多，幸福感越低。我的朋友银双就是一个很懂得精简社交的人，尤其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，他拒绝了所有不必要的社交。他说，我无论多忙都会回家吃饭，更会推掉很多无意义的活动。6点后的应酬我基本不参加。现实里，很多人被无数的社交绑架，而聪明的银双懂得智慧的取舍。他工作时是商界精英，下班后是一位母亲。在他眼里，与名人共进晚宴，不如和家人一起吃饭重要。断舍离的本质是选择，将不必要的社交舍弃，才能有时间兼顾自己的家庭。别让无效社交分走你的精力。与其浪费时间在无用的社交上，不如把精力放在值得的人身上。我们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刷个人网站，生怕自己会错过什么。可实际上，通讯录里所谓的好友，并没有那么重要。有一个社会实验的短片，叫你手机里的常用联系人有几个？发人深省。实验者基本上都是社交达人，通讯录里有几千个好友。导演要求他们清理通讯录，删除从未见过面和因为工作等原因不得不联系的人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删除过后，他们的好友数量只剩2到3个了。原来我们整天乐此不疲的社交，都是在应酬无关紧要的人。请停止无效社交一书中所说，当你的能力、资源、地位配不上你的社交野心，你所做的不过是无效的社交。人生最大的错觉，就是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。殊不知，人生的贵人从来都是自己。女人一定要学会为自己的社交做减法。与其在无效社交上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，何不用来投资自己，让自己更加优秀？社交不必多，一次高质量的社交，足以抵过千百交无效社交。越是成熟的人，越懂得在社交中进行断舍离，把时间花在自己和值得的人身上。4. 别让执念缠住你。不需要的物品可以不买，无用之物可以舍弃，无用社交可以远离，但忍得了一时的人有很多，忍得住一世的人凤毛麟角。因为看得见的东西容易控制，看不见的东西想根除却很难。这里看不见的东西，便是一个人的执念。曾听过这样一则故事，一位老农想买块土地，有人说，交1000两银子，从太阳东升到夕阳西下，你能圈多少地就得到多少地，但必须回到起点，否则一无所有。老农暗喜，第二天一早便出发，即使中午艳阳高照，他也没舍得让自己休息1分钟，想着多走一步就多得一点地。于是老农越走越远，太阳快下山时，老农才想起要回到终点。于是老农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小跑冲向终点，终于在快到终点时倒在了执念之下。生活中大多数烦恼不过是得不到放不下。白落梅说，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，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。尽管如流往事，每一天都涛声依旧，只要我们消除执念，便寂静安然。想要不被物欲所牵，不被俗事所绊，追其根本是要离执念之心，断物欲，舍废物，离无用社交，
留下真正需要的物和受益的人，进而洞察探索内心真正的需求和力量，实现由外到内，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净化与升华。一个人的成长从做加法开始，一个人的成熟则从学会做减法开始。女人30岁后一定要扔掉这5样东西，才会越活越迷人。佛经云：舍得，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一个人想要得到一样东西，就必须得有相应的舍弃，这叫平衡。女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幸福，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落难，其中根源往往在于她们自己的选择。有些女人丢掉了好的，留下了坏的，日子自然过得一塌糊涂。有些女人丢掉的都是坏的，留下的都是好的，自然能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。由此可见，女人不仅要明白舍得的道理，而且还要学会取舍的学问。尤其是年过30的女人，结束了青涩，走向了成熟，没有了任性的资本，更应该用最好的姿态去迎接接下来的人生，如此才能避免摔跟头。因此，女人过了30岁，扔掉这些东西才会越活越迷人。1. 恋爱脑。女人总是不长记性，就算是上了年纪，依然改变不了恋爱脑的心智，在爱情里面丧失，就算是为了对方需要做出无限度的付出和牺牲，也乐在其中，这就是自我洗脑，且得不到任何回报。感情永远是靠不住的，即使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也很少有男人能够做到最初的承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与人之间的新鲜感总会磨灭，原来对你再好的人，总有一天也会心生厌恶。就像周密和周新竹在90婚戒所结时，起初追求周新竹的不止一个人，周密也并不被大家看好。很多人觉得周密配不上周新竹，但是周密在综艺里一直不断的示好，表现出了暖男的一面，给周新竹独一无二的偏爱。周新竹被他的真诚所打动，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走到了一起。只是没有过多久，周密的态度变得非常的敷衍，而后也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分手。优秀的周新竹尚且被如此对待，30岁以上的你还有什么理由恋爱脑？2. 懒惰。女人所有的不幸都是从懒这个字开始的。俗话说，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就连一个女人的容貌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快来改变，还有什么不是靠勤奋来成就的呢？所以无论是女人的工作和事业也好，还是女人的婚姻和家庭也罢，最怕的就是一个懒字。女人一旦染上了这个致命的弱点，一辈子就很难再有幸福可言，甚至从此走向人生的不幸。民国才女陆小曼原本才华横溢，多才多艺，又出身名门，可谓是当时有名的交际名媛和绝代佳人。凭借这些优越条件，原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。事实上，她已然拥有了让人艳羡的这一切，可她最终没有珍惜，为了所谓的爱情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挑剔，变得越来越懒惰。自从和丈夫王庚离异嫁给徐志摩后，每天花钱如流水，热衷各种交际，最终变得堕落不堪，甚至吸上了大烟。后半生可谓生活得非常凄惨。如果陆小曼从一开始就是勤奋的，让自己保持自立自强，少一点虚荣和惰性，她的命运也就不至于此。现在很多中年女人是另一种懒，她们进入婚姻之后，对家庭变得非常的无私，对自己却非常的苛刻，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热爱，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家庭和婚姻，但很多时候却得不到公正的对待。其实，一个女人就算成为了家庭主妇，也能够找到一点时间去锻炼自己。就像30而已里面的顾佳，她也要处理各种琐事，照顾家中丈夫和儿子的衣食，更需要操心丈夫的公司运营。
但她依然不会懒惰，在空闲的时候找机会锻炼。所以女人过了30多岁，就应该扔掉懒惰，保持自律。这个时候你身体的各个机能开始下降。要是想活得迷人，这并不是取悦谁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自律能够给你带来更健康的生活。女性的平均寿命是比男性低的，所以要早点开始锻炼，放弃你的懒惰，等到老了，很多女人就会面临各种疾病。要是你一直懒惰，没有健康自律的生活，这个时候别说美丽了，健康的享受生活都是个难题。所以为了你自己，多花一点时间在你自己身上。懒惰只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繁琐，而自律的你能够发现不一样的自己，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升。3. 消耗型的情感。知乎网友真心分享过一段真实经历。他家有一个亲戚，30多岁，一直没有正经工作，在家游手好闲。真心看他上有老下有小，便给他在自己公司里安排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，还多给他加了500块钱。不久，亲戚说想转到财务，真心也同意了。在年终盘账时，真心才发现账面少了20多万。对此，亲戚开始以各种理由否认。后来通过银行账单查出是他本人转走的，他才承认是自己转走了，但仍狡辩说都用在公司上了，私人没用1分钱。无奈之下，真心只好报案了。后来，亲戚的妈妈又跑到真心家哭诉说情，唯独只字不提挪用的20多万怎么解决，还说女儿为公司当牛做马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真心大失所望，再也不计较什么亲戚之情，直接声明必须还账，否则就走法律程序。现实就是这样，你把他当亲戚，他却只把你当个傻子。生活在红尘乱世，总会有无厘头的亲戚，表里不一的朋友，虚情假意的恋人，他们有恃无恐地消耗着你的真心与温柔。正所谓世态炎凉，人心难测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将心比心，更不是任何人都值得真心以待。被烂人烂事纠缠的时候，顾虑太多就是对坏人的纵容。俗话说剪不断，理还乱，人与人之间要拿得起，也要放得下。果断割裂消耗型情感，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。4. 肿胀式的欲望。在贾平凹的小说《暂坐》中，有一个叫殷丽后的富婆，她拥有23套房产，每月租金不菲，日常开着高档车，经常出入豪华场所，过着无数人羡慕的生活。可她并不满足于此，为了捞取更多，她四处拉拢权贵，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。她经常出入海若的茶馆，试图结交更多人脉。有一天，殷丽后在茶馆认识了做医疗器械的颜念初，俩人相谈甚欢，逐渐成了好姐妹。颜念初为了讨好甲方王院长，便把殷丽后推荐给王院长放高利贷的朋友。殷丽后听闻每月可得50万的高额利息，果断贷给了王院长朋友1000万，结果才收了3个月利息，王院长的朋友就卷款而逃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多年的积蓄血本无归，人过于贪心，总会跌入火坑。多少人精明一世，却毁在了一时的贪念。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说，人的一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每一件事情，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每一个欲望。诚然，欲望的气球一旦过度膨胀，随时都有可能炸裂。适当的欲望是前行的动力，过度的欲望则是无形的消耗。万事皆有度，欲望也不例外。好的生活不要拥有的越多就越幸福，而是适度就好。正如有人说过，世间一切适可而止，人活一世，知足常乐。适可而止是人生平稳向前的基石，知足常乐是生活回归本真的开始。5. 沼泽式情绪。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
因为一件小事的摩擦耿耿于怀；伤感很久，因为别人一个无意的眼神反复回味；胡思乱想，我们总会被各种负面情绪所包围，犹如陷入沼泽，越陷越深，有时刚从这一个坑爬出来，又恍然掉进了另一个坑。这些不良情绪犹如慢性毒药，悄然吞噬着快乐，改变着生活。曾看过一个小故事，一位老和尚在下山游历前，将心爱的兰花交给小和尚打理。小和尚不敢懈怠，每天都定时给兰花浇水。有一天他外出办事，突起狂风暴雨，兰花被吹翻在地，摔碎了。小和尚惶恐不安，终于等到老和尚归来，他主动讲述了兰花的遭遇。讲完之后，他一直等待着老和尚的训斥，怎料老和尚只淡淡一笑。小和尚问老和尚为什么不生气，老和尚说：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。老和尚是通透的，兰花摔碎了固然可惜，但心情的愉悦更为重要。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话说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。无法改变事情的发生，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不沉迷于过往的得失与悲伤，是治愈生活最好的良药。世界是大家的，生活是自己的，甩开阴郁，才能掌握生活的主动权，扬帆驶往幸福的彼岸。到了30岁，我们都已经不再是懵懂的少女，要敢于断舍离，才能不被不值得的人和事捆绑。人生很长，我们的身体能承载的东西真的不多，想要全部装满幸福，就要减轻重量。唯有扔掉不需要的东西，才能让自己轻装上阵。心越简单的人，越能过好当下的生活，越活越迷人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